大家好，欢迎回到正则龙树的课程第15课。我们在复习我们读过的章节，因为我们试图了解所有章节的条理，而当我们专注于单独的很深的概念时，我们没有看到这个条理。我们谈到了，我们刚才说的是，有人向正则龙树抱怨说，如果这些东西从他们自己的角度不存在，那么为什么佛陀不这么说？为什么他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说事物确实从他们自己的一边存在呢？然后正则龙树指出，他们正如我们的观众所说，是谁？这取决于学生，这取决于他在教什么学生。非常有趣的是，陈理老师在进入下一个话题之前，他谈到了我们非常喜欢的一个话题，那就是题目下一章《金刚经》。我爱，这是非常著名的，这是中文的《金刚经》，是世界上最古老的书，里面有日期，我想是西元880年。我们在这里提到这个，秋妮老师为《金刚经》写了一部很好的论释，你们应该在网上买这本电子书，由能断金刚出版社刚刚出版。我们提到这个是因为在秋妮老师的脑海里，他说对了，当你在抱怨佛陀说了什么或没说什么的时候，你是否记得在金刚经中他说佛陀不教法，他说不要向我抱怨，佛陀说佛陀不教法，不要抱怨所教授内容，要抱怨的是他说我根本不应该教法。当然我们知道这也就意味着我们已经讨论过很多次了，当你读这一部或其他任何一部经时，实际上发生的是你的意识在把经文投射到空白的纸上，某种程度上你可以说你是金刚经的作者。这意味着你明白了吗？不一定。我怎么能写一本我都不懂的书呢？业力每天都在扩大 100%， 你算出这些数字，利率是多少？大概有100万吧。在《金刚经》中有一句著名的说法，佛陀教法的时候他们不教，意思是当佛陀教法时，那是来自于你。好了，我们说过关于我和我的有5大主题，这是第3个。意思是他们会进行一个小的讨论，讨论我们教别人这些想法的最好方法是什么。这让我们对纯净这个词的含义产生了一些不同的想法。这里的去 BKRI 意思是当时候到来，我们要教别人空性的时候，他的建议是什么？他基本上说的是同样的事情，他说根据他们的能力来教导他们，不要超过他们的能力。检查我和我的第4步，这叫做意思是什么是主要的。我总是想到一辆好车，赛吉刚买了一辆特斯拉，我一直在看，因为车太漂亮了。我只是不知道我是否想坐在2吨的电磁癌上。无论如何，意思是当你在卖特斯拉的时候，你会说，看它有这么漂亮的前端，有这个导航系统，有特殊的刹车装置，当你松开刹车然后踩上刹车，就像当你绕过弯道，当你松开油门，它就会进行比例制动。所以你算是用一只脚就能开车。总之，
这就是这辆车的卖点，这就是这辆车最酷的地方。他说，嘿，你想知道关于空性的一些很酷的事情吗？我告诉你一些空性的卖点吧。这就是第4个主题，叫做意思是我会给你一些空性的卖点。这段寄送很重要，也很著名。你有这一段吗？天哪，在藏语中有一个很大的错误，不是输入操作员，是雕刻师的错误。但我要把这个读给你听，因为这个很有名。最后一行写的是，意思是，嘿，你想知道空性的最大卖点吗？这里它称之为 Danny， 也就是它吧，意思是如是。我告诉你如是的主要卖点吧。然后他说，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列表，的意思是没有人。这不是你可以从别人那里学到的东西。这不是你可以从别人那里学到的东西。那可是老师，为什么你1年中每天都坐在这里谈论空性、拍视频？他不可能如此直接的传达给另一个人，让他在你跟他讲完后就马上看到空性，这是不可能的，永远不会发生，好吧？几乎可能发生，但不可能发生的是，你遇到一个只见空性的人，然后说，看，给我5分钟，我们坐下来，你告诉我你看到了什么，就这样。他说不，这不可能，你从另外一个人那里立即学到的东西，他们需要一遍又一遍的教你，然后你会有那个体验。虚妄，我将定义这些不同的卖点，有5个，5个特斯拉的卖点。第一个是，你不能仅仅通过别人描述来获得直接的体验，即使他描述的是直接的体验。你必须下功夫去修正你误解事物来源的习惯，就是这样。你必须在笔上下功夫，在笔上下功夫，然后关于空性的事情就会传达给你。但无论一个人多么想坐下来向你描述，这都是不可能的，这永远不会发生。你没有那么多种子。第一个卖点，对我来说是负面的，只听别人讲10分钟是学不来的，这是不会发生的。第二个，他提到和平，然后你就会想，哦，如果我学习空性，我就会享受我的生活，我会坐在沙发上，感觉很好，即使没有网飞也一样。这几乎是不可思议的。但是这里的 peace 不是指感觉良好的和平，这里的 peace 作为空性的卖点是死亡、安息、RIP， 愿逝者安息。这个虚瓦的意思是杀死，死了。虚瓦在中国西部的意思是死亡，虚瓦的意思是和平。但他说这和平是空性的第2个卖点是，这是一种和平。这种和平的意义是，瓶子里没有战争，而这战争所指的是认为瓶子来自它自身。这不是指，不是这个意思。意思是，这瓶子的状态是和平。为什么？它里面没有战争。为什么？它没有自信。它从来没有一个自信。它是自无始以来的和平。它从来都是和平，它从未有自信存在。你制造了战争，你把战争放在这里，它本是和平的，意味着它没有自信存在的战争。这很酷，来自自身的和平，自我和平，这也是不合法的。好了，第3个，
怎么说呢？当你直接体验它时，你不是通过概念来体验；当你直接体验它时，你不是在脑子里说话，而是一种直接的交流，是与终极现实的直接交流。Tropa 意思是 Propancha 的意思是你的脑子里没有喋喋不休，这是一种直接的体验，它没有那种喋喋不休的话。Tropa 意思是指构想，意识构想。第四个，意识是当你在谈论空性的性质时，重要的一个是的意思是在你的头脑中飞驰，也可以用来形容赛车、赛马。意思是你不只是怎么说呢？你的意识里不会有喋喋不休的想法，但有时候喋喋不休的想法是指认为事物来自他的一边，在这里很狡猾。第五个，宇宙中的每一个事物都像其他事物一样是空性的，任何直见空性的人都像过去和将来直见空性的人那样看到。佛直见空性并不比正者第一次看到的更好，他看到的是 100%， 完全是 100%。然后有这样的一个想法，你不可能有减少的空性，不可能有 40% 的老鼠不在厨房里，老鼠要么在那，要么不在那。如果不在那，那就是 100% 的空性。如果你在20岁或其他时候以人类的身份直见空性，你看到的空性和佛陀看到的完全一样，没有什么不同，这很有意思。这些都是卖点。在讨论了空性的特征之后，他又讲了一些事物没有的特征。相关的图片是案件。是的，我一直在说种子和萌芽，但在我的朋友当中，真正懂园艺的只有一个。我的意思是，我们并不种植东西。当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，我真的相信西瓜水来自商店的后面，我是这么认为的。我以为他们是在商店后面做的。我们不是生活在农业社会，这就像圣经一样，对吧？我们所属的社会不需要我们做的很多种植的事情，但我们需要敲击键盘。当你的手指向下移动时，荧幕会发生变化。相信Tony 老师做了一件很可爱的事。他说：“你知道吗？榕树从空性所具有的5种性质，跳到没有事物具备的1种性质，这不是很酷吗？”他发现了其中的联系，也许某种程度上它是编造的，但我们不总是这样吗？他说：“这是空性的5大特征。”但顺便说一下，有些东西你认为是特征，但其实不是。像什么？就像你以为你用手指敲击键盘就能在荧幕上拼出字母，用手指敲击键盘并不能使字母出现在荧幕上。这是我们现在的说法。按键和荧幕上的变化，它们之间的联系是不自然的。每当你的电脑失灵时，你就会发现这一点。你按了很多键，什么都没发生。这种联系是不自然的，这也是来自于你，它会消耗掉。然后你的电脑坏了，然后你很生气，因为你失去了一半的东西。本章的第5个主要部分，他说，不要只学习空性，去做点什么。Do good 的意思是做点什么，你得做点什么。
不要只学习空性。现在你得做点什么。他有张图片，我把这张图片叫做为桥种种子。是的，给下一个家伙。我们今天讨论的存退休金，这只是对年长的自己的礼貌。留出一些钱用来今天发生了什么，我忘了我在做什么。我很感激以前的自己为我做了些什么。我猜是资料库。30岁的麦克为60岁的麦克把书本渐入。明白我的意思吗？我在想，30岁的麦克干得好，谢谢你，谢谢你想到了我，谢谢你给了我一个资料库。这里也是一样的。当你学习空性的时候，你不只是为你而学习，你在照顾未来的自己。这就像储蓄退休金一样，未来的你会感谢你的。我要挑战你们。他说了一件非常棒的事，在文中的这一点上，他说了一件很棒的事。他说，如果你照顾好未来的自己，如果你学习榕树课程中的空性，那么你就是在照顾好未来的自己。因为如果没人能猜出来，我会继续给你线索。快点。是的，即使你被安排死后去一个没有法的世界，你也会在那个世界里创造法。这很酷，这很酷，明白了吗？他说的是哪些具体的修行者？圆觉成者，是的，圆觉成者，很好。这太棒了，我从没见过有人说的那么酷。你要学习空性的另一个原因是什么？你得照顾好乔。乔是谁？乔就是你的下一世。送他一份礼物，给他送点东西，让他下辈子学习。当你有察觉的为未来的自己，比如10年后的自己做一些事情时，这是一种非常甜蜜的感觉，而且你做的是，你像是给10年后的自己送上一份礼物，但这次你给的是100年后的自己，1000年后的自己。你可以把这变成一种佛法修行，做一些很酷的事情，给未来的自己送匿名礼物。这真酷，真是个好主意。这就像把巧克力放在家中的抽屉里，然后忘掉了，之后你会想，天哪，里面是什么？谢谢你3个月前的麦克。这是个很酷的主意。我们的时间如何？我5点05停。好的，明白了。为乔种种子，你猜怎么着？我们复习完了第18章，虽然有点慢，但这就是我们的主题。这实际上是我们讲过的最重要的一章，第18章，关于我和我的空性。然后我们接着谈了什么？还记得第19章吗？时间，是的。我给自己写了一些复习笔记，我说他们必须弄清楚为什么这些章节的顺序是这样的。也许我可以给他们一些提示。我会从秋妮老师在第19章开头所说的话中给他们提示，看他如何把第19章与第18章联系起来。你猜怎么着？他没有讲，他甚至都没有尝试。那为什么之后讲的是时间？在调查我和我的之后，为什么是时间的调查？他甚至都没有猜测，他就这么跳进内容里，所以就看你们的了。如果你不这样做，也许是秋妮老师留给你们做的。好吧，在这一点上我们会学习一些范文。时间
与加速器、汽车等相关。然后在同一节课上，我们进入了下一章。这一章已经在讨论因缘合合中一个重要的词是 Hetu。如果你学习佛教逻辑学， Hetu 是最重要的一个词，它的意思是原因或起因。在这个讨论中，它的意思是起因，但它在逻辑学中非常重要，因为它意味着原因作为一个起因。我们讨论了这些词。时间这一章的主题是三件组，三件为一组 Sumsen。 时间这一章的整个主题是三件组，你们还记得第一个三件组吗？不要，过去、现在、未来，只是过去、现在、未来。然后他说，当你讨论三件组时，很自然的事情就是将2和1进行比较，而不将1和1进行比较。如果你在讨论三件事物，那么这两件和这一件有什么关系？这两件和这件有什么关系？它首先放在一起的两个是什么？现在和未来与过去有什么联系？现在和未来如何能与过去联系起来呢？它从不接触它们，它们从不互相接触。鱼和绿色饮料有什么联系呢？抱歉，这几乎是有联系的。约翰·布莱迪给我一些随机的东西。在你草坪上游荡的野猪和绿色饮料有什么关系？不是说它们之间没有联系，它们不能互相接触。现在和未来无法触及过去，但没有过去，现在和未来就没有意义。它们依赖于过去，现在和未来依赖于过去，而不触及过去。这都是你脑子里编出来的啊，没错。所以严格来说，现在和未来，它们如何发生，取决于之前发生的事情。但它们和之前发生的事情没有联系，为什么？这很好，是的，过去的已经过去了，你怎么能和一个死了的人有关系？还有什么？接触点，接触点。无和有之间的接触点是什么？即使过去确实存在于当下，即使现在确实存在于当下，他们在哪里相遇？是的，如果现在触及过去，那么过去的那一部分就是现在。这就乱了套了，一定有别的事情发生了。好吧，我们有日历的图片。我们其实不需要这张图，但是你懂的。他用了2022年和2023年取决于2021年来发挥，然后说2021年和2022年取决于2023年吗？也许2021年和2023年相遇，2022年卡在中间，这样说得通吗？他以不同的方式看待三件组。关于三件组，他还说了什么？是的，任何一个三件组都可以用来做这个。我想他举了2个例子。1、2、3，是的，事实上他们是如此简单。我不明白那个藏文，我心想1、2、3。更好，更坏，介于两者之间。好的、坏的介于两者之间，它们也是互相依赖的。但好在哪里接触到介于两者之间？因为哪部分是好的，还是哪部分是介于两者之间的？它们不能互相接触。如果它们不互相接触，你就不能比较它们。如果它们从来没有在同一个房间或在同一个嘴里，你就不能说这个巧克力比那个巧克力好。我们将进行实验。
然后他问了一个问题，念图 R15，如果你有的话。我想是一个人在跳。他说，未来和过去哪个先发生？是的，很好。接下来要发生的是未来，对吧？但那时候它就是现在。当你看它的时候，它已经成为过去，所以我们的时间观念是混乱的。我花了很长时间思考相对论和爱因斯坦，延伸时间、缩短时间、扭曲时间。如果你读了关于时间的空性这一部分，你会更容易理解爱因斯坦，那就说得通了。我给你们看另外一张图，16。这只是我个人的建议。当你试图更好地理解空性时，与其用自性存在这个词，这就像是牛仔裤一样，看哪条适合你。我总是说这个故事。我和维罗妮卡去卡顿伍德的牛仔商店，他试了42条牛仔裤，但没有买一条。那个人有点生气。为了让他高兴，我会去买了几双靴子。你要尝试不同的措辞，看哪个适合你，看看哪个有助于你理解它。自然这个词是个不错的建议。这是全自然的吗？时间流动的方式是自然的一部分吗？还是人造的？是自然的还是人造的？你知道他们在糖果棒里放的东西是天然糖还是假糖？当你试图思考空性的含义时，我建议你有时思考自然的概念和它的含义。过去、现在和未来的划分是自然的吗？是时间的本质，时间是自动分为过去、现在和未来，还是有其他的方式来看待时间？我鼓励你们思考自然这个词，而不是自性存在。顺便说一下，我测试了一些词，比如我提到的那些观众，中国软实力的学员，他们是非常聪明的企业主，拥有大的企业。我说，听着，我问你们一些事情。我是一位老师，我花了很多时间，我到世界各地去教人们。我有一个问题要问你们。他们说，请说。我说，我应该说业力还是意识种子？他们说，意识种子，忘了业力吧。我很高兴，因为他们能给我诚实的意见，他们丝毫没有犹豫。他们说，哦，去他的，忘记业力，别提业力，就说意识种子吧。所以我建议你想想用词。就我个人而言，自信存在对我一点帮助都没有。我从来不会走在街上说，哦，你看到的是这个自信存在的，我们甚至都没想过。我认为一个能帮助所有人的用词是从他自己的一边。那支笔是来自他自己的一边吗？自信存在对任何人来说几乎都没有任何意义。但如果你说他是来自他自己的一边吗？然后他们说是的，他是。这是进入空性讨论很简单的方式。我认为自然也是个不错的选择。是把时间本身分为3。一定要这样吗？这是自然的吗？这还是我们编的？它是以某种方式来自我们吗？因为过去、现在
和未来的概念是我们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。我们认为这一定是自然的。我没有编造过去，我的意思是过去的概念、未来的概念和现在的概念，我没有做这些划分。是上帝创造的，是世界创造的，我不知道。我来的时候就在这了。人们已经在谈论昨天和明天了。龙树大师说，不，这不是自然的，你确实编造了它。就我个人而言，我感兴趣的是有一个我以前从未见过的新动词，叫 Nor， 低音 Nor， 意思是犯错误。然后他说，不管你看的是三件组中的哪一个，都取决于其他两个。2023是否取决于2021和2022？2023年取决于2021年和2022年吗？还是2022年取决于2021年和2023年？还是2021依赖于2022和2023？是哪一个？他说，就我个人而言，我教你们的时候是从2021年开始的，然后我试着告诉你们2022和2023的关系是如何依赖于它的。但这可以是任何东西，我们可以拿随便一个并研究它们的关系。然后他说，不管你把哪两个放在一起，还是把哪一个分开。Nor， 是的，这是个很酷的动词，这意味着会有一场混乱。它就是这个意思，不好意思。你得加几个字母。这意味着不管怎样，事情都会变得一团糟。事情会变得一团糟的，这是一个动词，它造了一个新动词。这就像它会搞砸。总之，这是个新词。对我来说，这很引人入胜，因为我喜欢文字。他说，不管你采用什么组合，它都会把你搞砸。祝你们翻译的顺利。好吧，我们看看，我们继续。我们看了所有的三件组，然后他转了个弯，我挑战你们，猜猜那是什么？他完成了这个三件组的概念，他完成了时间相对的概念，这不是相对和来自你是不同一回事。过去的感觉有多长，取决于现在和未来的感觉有多长。这并不是空性，相对不是空性。事实上，和女朋友在一起的时间变慢了，因为这不是空性，相对不是空性。如果世界上没有痛苦，你就不会有快乐，这是不对的，这不是真的。我已经听皮婆舍那的人重复很多次，认为这是缘起的想法，是完全错误的。这完全不是这个意思。在这种情况下，佛陀将不得不有一点痛苦，这样他才能享受他的快乐。这显然是错误的。空性并不意味着某物只有通过比较才能成为某物。空性意味着你创造了更好、更坏、中等的所有程度，不管你有没有看到这些程度，它们都是来自于你。这正是问题的关键，并不是说没有更坏就不能有更好。如果这是真的，那你就应该跳楼，因为你无法拥有快乐。你不可能拥有纯粹的快乐，你得出去感受一下不快乐，这样你才能感激你的快乐，诸如此类。我为什么说这个，我都忘了。是的，他的弯路是什么？是什么？猜一下，他在谈论时间。他要进入下一个篇章，他已经准备好进入下一章了，但是他想再多说一点关于时间的事。他呈现了其他人的时间观念。
他停下来休息了一会儿。他说：嘿，你想知道古代印度的非佛教徒是怎么看待时间的吗？或者你想知道较低阶的佛教学派是怎么看待时间的？他就这样偏离了。这是龙树大师的一个普遍的策略，他经常将自己的概念与其他文化中其他传统的概念进行比较，比如印度教、耆那教和其他传统很多弥漫差。然后他会说，顺便说一下，较低阶的佛教学派是这样想的，然后他会通过描述其他传统，让你对你的学派更有信心。这是第一个。来自另一个传统的人说，我不知道你为什么对时间有这么大的困扰，因为我们对时间有定义，我们有秒，我们有分钟，我们有小时，我们有周，我们有月，我们有世纪，我们有千禧年，有什么问题呢？我们有时间单位，这些可能是人造的，但它们是固定的。1小时是60分钟，一个月是30天、28天。他说，1年是12个月，这可能是编造的，这可能是个手段，但它是固定的。你不必对时间有那么大的压力，与其他时间和其他比较，他们有一个定义。他说，定义是什么？1分钟是60秒，那1秒是什么？1秒是60毫秒，1000毫秒，就是这样，1000毫秒。他说，我明白了，所以你的年是按月计算的。是的，对了。月是按天计算的吗？是的，没错。天是按小时计算的，明白了。秒是按毫秒计算的，1毫秒有多长？然后那个人像是，你知道，就是 dick。他说，dick。龙树大师问，在 dick 里面有多少个 dick？那个人说，我们知道 dick dick 的是 dick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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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是。然后他问，那 dick dick 里有多少个 dick dick dick？他说，你只要把它缩短到最短的时间，然后抓住那一个。他说，你不能，意味着你不能抓住它，它太短了，无法感知，你无法感知它。如果你得到一个时间的测量单位，它太短以至于无法感知，这对人类这种感知动物来说又有什么意义？那就是你瞎编的了。现在你只是在瞎编。他说，我同意你可以用这么多秒来定义一天，但是你怎么定义1秒呢？那个人说，有很多毫秒。他说，那它的部分呢？那个人说，但是你不能感知到。他说，有50个不可感知物，60个不可感知物，然后300个不可感知物，这有什么意义？你不知道这些都是胡扯吗？你把0堆起来说是50，明白吗？因为你无法定义最小的那个，因为你无法再感知它，因为它没有前端和后端。是的，这很好。今天讨论中的第3本书应该是前后两端。我想我们可以谈谈前面的这张图片。顺便说一下，这是一张那些毫秒就像飞一样的飞走了，你无法定义它们，你不能。意思是它们不能被感知，它们无法被抓住和感知，它们不能，你抓不住它们，你无法定义它们，你不能碰它们。让你安心的时间单位是由0组成的，你把它们堆起来说它是50，但它仍然是50个0，就是这样。我们想要更深入吗？我们还有多少时间？还有5分钟吗？讲到他那个时代的其他传统，顺便说一下，每当你在经文中看到这些，我给你一个提示，你几乎可以填写科学，
你不必说耆那教、数论派、弥曼叉或卓婆家派，你可以直接说科学家，因为他们和2000年前的非佛教学派一样粗俗和错误。只要填上科学这个名字就行了。他说，好吧，我们去掉科学家了，我们还有谁？较低阶的佛教学派呢？是的，功能组的学派呢？这是3所较低阶的学派。他们说了一些有趣的事情。时间是可测量的，也是可定义的，因为你可以把它与一个物理物体联系起来，比如月亮、月相，或太阳下山和太阳升起。世界上有一些物质的东西，你可以把时间和它们联系起来，说那是一天。当太阳升起，当太阳落下，这半圆就是一天。功能组的佛教学派说，我们可以用特定的单位来定义时间，因为我们可以把这些时间，我们可以把时间理论和我们可以观察的世界上的物理物体联系起来。月球缩小和返回需要30天，这是固定的时间，你可以这么说。然后他说，哦，所以这里有点微妙。我告诉过你，我们会深入探索，这可能是我们在这里做的最后一件事。有人想猜猜龙树大师说了什么吗？我给你个提示，较低阶的佛教徒会说，看时间是可以从外部定义的。为什么？你可以把它和物理事件联系起来，比如月亮的变化或一些什么的出现，或星星在下一个季节盘旋，某些星座会回来。这是皮奈耶的3种传统计时法，分别是月球、太阳和恒星。皮奈耶3种都有，这很美，但是不管怎样，今天的最后一件事，我再说一遍，较低阶的佛教学派，我们可以定义时间，因为我们可以从天空中看到一个有形的东西，我们可以把它与星座的白天、夜晚、月份或季节联系起来。没有问题，这不是人为的。好吧，最后一件事，$100美元。龙树大师是如何反驳的？我再说一遍，他们说，时间的测量可以被客观的固定下来，因为你可以把它们与行星体的运动联系起来。我给你个提示，联系来自你，连接到那个的决定来自于你，所以整个事情都是来自于你，明白了吗？如果整件事有一部分来自于你，那么它就是来自你。天空中是否有太阳以某种方式运动？也许。有分钟、小时、天这样的词吗？有。小时、分钟、天这些词在不涉及物理身体的情况下有意义吗？没有。你必须有一个物理身体。好，那是人工的吗？不是。是的，为什么？你决定了什么和什么相连，因此它来自于你，明白了吗？谁赚了$100美元？罗莎，是的，我想是罗莎。我们对时间本身的概念提出了质疑，这就很自然地引出了一个讨论，就是从因缘和合中产生出来的结果，这需要多长时间？然后这就很自然地与事物如何开始存在和事物如何不复存在有关。这里有一个条理，如果你听到了，你可以做一部分作业。再说一次，我鼓励你去。我同意。整天学习空性，而不帮助有需要的人，不帮助难民，
穷人或处于战争中的人。我同意这是不明智的。你可能没有在灵性上发展，我同意。我同意，如果你对别人没有慈悲心或爱，那么你在灵性上是失败的，我同意。我同意，如果你不锻炼，不做瑜伽或类似的事情，你会伤害自己，你不能整天坐着学习空性，我同意。但如果你不花点优质的时间，我一直对我的好朋友这样说，他们说，可是老师，我偶尔看看这些书，我还好。我说，是的，但是你给了他优质的时间吗？你给他你的，对我来说，我的优质时间是早上8点到11点，那是优质的时间。我说，你有察觉的给他你的优质时间吗？他们说，我不知道。所以我想说的是，学习空性不是成为一个好人的唯一方法，但它是成为一个好人的必要部分。如果你因为它似乎是知识性的而跳过不做，那么你就犯了一个巨大的错误。你得利用你的意识里，不是物理感官的部分，来看到更深层的东西。你必须发展你的意识作为一种感知工具，以看到更深层的事物。如果你不想练习思考空性，你就看不到空性，这是不可能的，这不会发生。这也是肌肉，你得锻炼你的眼睛。有一种眼睛锻炼的瑜伽，你知道吗？像这样，这实际上有帮助。你也可以发展听力，你可以在健身房锻炼。但如果你认为不需要锻炼意识，就能拥有幸福的生活，那就大错特错了。深入研究这些想法，最大的突破是和朋友在一起时发生的。这就是为什么佛教僧人每天花2-3个小时在辩论场上。你可以看到那个形式的图片，人们跳来跳去，尖叫着。但最大的突破是在辩论场上几个小时后的小声对话。人们坐下来，他们说：天哪，我不明白。另一个人说：我也不明白。然后第三个人说：哦，我有点明白。你会看到辩论的电影，对吧？但在辩论场上有很大一部分是，当你精疲力尽，你坐下来，你开始说话的时候，我们在黑暗中，我们在星光下，是如此美丽。你会开始说，你真的明白那个点吗？我不明白。所以和朋友见面是很重要的。你和其他学生见面，不要谈论愚蠢无用的事情。如果你想成为朋友圈里的菩萨，你就要成为这样的一个人。当饭桌上的话题开始恶化为政治或八卦时，你就说：天啊，你觉得第21章怎么样？你明白吗？这很有趣，你会引发一场对话，而成为那个暗中引发谈话的人，感觉很好。所以，当你和你的朋友，尤其是你的佛法朋友在一起的时候，试着成为这样的人。试着偷偷的把对话带到空性、有意义的事情上。这是一项了不起的技能，这应该是其中一种圆满。如何将对话推向有用的内容？要这样做，如果你这样做了，你就会理解龙树大师。幸运的是，我们还有几节龙树大师的课，到时候见，耶！